自然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了。他看着我，眼睛里似乎有一股火焰在燃烧，嘴角带着一抹邪魅的笑容。我愣住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周深，像一个猎食者看着自己的猎物慢慢丧失抵抗力一样。你说什么呢？我羞红了脸，瞪着他，哈哈哈哈哈，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对不起嘛，吓到你了，宝贝儿。周深看着我这般模样，笑出了声来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宝贝儿快睡觉吧。周深摸了摸我的头，一脸宠溺地看着我。好，我回应给他一抹甜蜜的微笑。这时他突然靠过来，亲了我一口，爱你哦宝贝儿。他的脸上依旧是让人沉醉的笑容，我却满脸通红。坏蛋，我小声嘟哝着。周深拉着我来到了卧室，让我躺下后又给我盖好了被子，然后他躺在了我身边。晚安宝贝儿，一夜好梦。西西，晚安宝贝儿，我笑着回应道。我们相拥而眠，一夜好梦。叮叮，一阵闹铃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，我缓缓睁开双眼，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房间，外面的小鸟也开始唱起了歌。一转身，一张格外可爱的睡颜就映入我的眼中，白皙的皮肤，长长的睫毛，眼边的泪痣，粉嫩的双唇，他的嘴角带着笑意，不知道是做了什么美梦呢。我看着他，手也渐渐地移向了他的脸颊，轻轻一捏，真的好软啊。我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手，一下又一下捏着他的脸，脸上也带着满足的笑容。慢慢的，我的手从他的脸移到了他的唇，粉粉的，软软的，好像很好亲的样子，好想亲一口。这样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我看看了周深，他好像完全没有醒来的意思，于是我慢慢坐起来，对着他的唇快速的亲了一下，然后立马躺了回去。他的唇也好软啊，好想再亲一口。我这样想到，脸上的笑容也愈加灿烂。这时周深的闹钟突然响了，我迅速收敛笑容，闭上双眼，开始装睡。我感觉到他翻了个身，把闹钟关掉后，我睁开了眼睛，假装自己刚醒。早上好，深宝。我装作刚睡醒的样子，揉了揉眼睛。一点也不好，不想起床，现在才7小时30分钟，我想再睡一会儿嘛。周深嘟着嘴，一脸委屈地看着我，这也太可爱了吧。我在心里喊道，那好吧，最晚8点要起床哦。我答应了下来，因为周深撒娇的话，我完全承受不住。嘿嘿，宝贝儿最好了。他开心地笑了笑，转过身，伸出手揽着我的腰，把头埋在了我的颈脖处，闭上眼安心地睡觉了。渐渐的，周深均匀的呼吸声传来，我看着他，脸上的笑容挥之不去。明明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了，为什么现在可以这么可爱啊？他一定最多3岁，怎么办？我好想狠狠地捏他的脸，我在心里大喊。我就这么看着他，直到8点的闹钟响起。周深动了动身体，慢慢睁开了双眼。他的双眼好像还没有商量好要不要睁开，只见他睁开眼还没过3秒，又渐渐闭上，闭上后又立马睁开，就像一只迷糊的小猫咪。我就这么看着他，没忍住笑出了声音，哈哈哈哈哈！他听到了我的笑声，睁开了眼，伸手捂住了我的嘴，不要笑。他的声音闷闷的，明明没有撒娇，但就是很可爱。好，我不笑了好不好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语气就像是在哄小孩一样。好，他回答道，那你现在该起床了哦。我笑着对他说，不想起床。他摇了摇头，可是你要工作的呀。我有些哭笑不得看着他，他没说话。过了几秒后，那好吧，他勉强同意了起床。他坐起来，穿好了衣服，然后走向卫生间洗漱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偷偷的笑了，满满的幸福感在周围扩散。我也穿好衣服，来到卫生间准备洗漱，可是刚进去我就笑出声来，因为我从镜子中看到周深把牙膏沫沾到了脸上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，但我就是觉得他好可爱。
周深听到我的笑声，转过来一脸疑惑地看着我。我走过去，伸出手把他脸上的牙膏沫擦掉，然后举到他的眼前，笑着说：“你刷牙是怎么做到把牙膏沫弄到脸上的呀？”哈哈哈哈哈！他看到后有点不好意思，挠了挠头，咧嘴笑了笑，嘿嘿，好了好了，赶快刷牙吧，我去给你做早饭。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，转身走向了厨房。我打开冰箱，因为冰箱里只剩下了4个鸡蛋，哎呀，只能点外卖了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好外卖后，拿出了4个鸡蛋，放入锅中，加入凉水，最起码还可以吃煮鸡蛋。我站在灶台旁，静静等待着鸡蛋煮熟，一双手搭上我的肩膀，不用想，一定是他。我转过身，笑着说：“洗漱好了。”你呢？他点着头，乖乖的回答。我伸手捏了捏他的脸，说：“鸡蛋马上就好了，冰箱里实在没有东西了，所以我点的外卖应该就快到了。”他笑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平时在家没怎么有时间做饭，所以食材比较少。”我刚想说话，门铃就响了起来。“你好，您的外卖到了。”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立马说：“我去拿。”然后匆匆跑了出去。突然他折返回来，来到我旁边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这是早安吻，可不能忘。你都亲了我，我还没亲你呢。接着又跑出了厨房，来了。我愣在原地，我什么时候？原来他早上知道，让我捏他脸，他都知道。我羞红了脸。这时我看了看时间，发现鸡蛋也熟了，于是关上火，打开锅盖，用勺子捞出鸡蛋，放置在凉水中。我听着他与外卖员的交谈，以及那一声谢谢，我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。这样的生活似乎也不错。宝贝儿，吃早饭了。他的声音从餐厅传出来，我擦了擦手，好的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我在厨房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看着他细心地擦拭着饭桌，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笑了笑，走出厨房。来了，辛苦你了。一点也不辛苦，为自己的女朋友服务是应该的。哈哈哈哈哈，好呀，那你可要好好照顾我哟。这是一定的。其实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有一个爱你的人，他会细致入微地照顾你，他能够给你足够的安全感，然后携手共进，平平淡淡地过完这一生，不需要有什么大风大浪，只要有他在身边，一切就都够了，不是吗？